黄金价格又创历史新高，黄金的价格是会继续上涨，还是会掉头下跌？黄金值得投资吗？欢迎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。黄金无论是作为商品，还是从它的金融属性来看，对人们都有很大的吸引力。相信没有人会不喜欢黄金的。今天我们就用一期节目来好好聊一聊黄金。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金本位制开始，因为只有了解了金本位制，才能够真正了解黄金的金融属性。黄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货币这种金融工具登上历史舞台的？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金本位制，被普遍认为是黄金确立了贵金属的货币制度。然而，人类使用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却比我们印象中的更加的悠久。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使用黄金制作饰品和货币。到了公元前6世纪，古希腊的吕底亚王国率先铸造了纯金的货币，这也让该国成为了黄金货币的发源地。到了中世纪的欧洲，黄金又成为了国际贸易的重要媒介，各国纷纷用黄金储备来支撑他们的货币体系，这也为后来的金本位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。1816年，英国率先采用了金本位制，之后欧洲各国纷纷跟进。到了19世纪末，大多数国家皆已采用金本位制。金本位制是一种固定的汇率制度，各国货币可以以一个固定的价格去兑换黄金。例如，如果1英镑可以兑换0.25盎司的黄金，而1美元可以兑换0.05盎司的黄金，那么英镑和美元之间的汇率就固定为1英镑兑换5美元。这种固定的汇率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稳定和发展。而且在金本位制下，政府承诺按照固定的比率用黄金去兑换本国货币，这就意味着公众可以随时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黄金。由于货币的供应量与黄金储备挂钩，政府就无法随意的印钞，从而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。这样看来，金本位制是非常稳定且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货币制度。可是为什么会在100年之后退出历史的舞台呢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黄金的供应量有限。作为一种货币，黄金的有限供应已经不适应现代经济快速扩张的需要了。另外的原因就是金本位制虽然稳定，但是缺乏灵活性，限制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。一旦经济危机来临，就无法有效的应对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国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冲击，他们纷纷抛弃金本位制，改用纸币来灵活的调控经济。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。不过在这之后，金本位制得到过短暂的恢复。到了1944年，美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。与此前不同的是，黄金不再与各国的货币直接挂钩，而是与美元挂钩，然后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。在这一体系下，金本位制的劣势依旧存在。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和全球贸易的增长，美国的黄金储备无法支撑美元的过度发行。这时候，各国纷纷要求用美元来兑换黄金，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减少，这就造成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，黄金不再作为货币的直接流通媒介。尽管如此，黄金依旧是货币，它作为储值工具和投资避险工具的地位不可动摇。黄金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各国央行依旧持有大量的黄金储备，作为对冲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的手段。从供需两端来看，黄金的稀缺性使其供应有限，而作为稳定资产的需求使其在经济不确定性时更具有吸引力。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纸币成为主流货币，黄金依旧在金融市场占据一席之地。如果喜欢今天内容，请点赞转发。我的频道主要分享的是理财投资的知识和个人成长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期的分享了。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，黄金的价格就不再固定，而是以市场供需为基础，自由的浮动。从1971年到现在，黄金的价格总共发生了3次大规模的增长和2次明显的回调，以及1次的低迷期。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，黄金作为避险工具，往往在发生经济危机或者是前景不确定的时候，价格就会暴涨。而当经济开始复苏，也就是金价回调的时候，当全球的经济变得稳定，人们就会更加倾向于风险资产，对黄金的需求减弱，黄金的价格就比较平稳。那我们现在就回顾金价的几次暴涨暴跌，看看它是否都符合以上的规律。
那黄金的第一次暴涨是从1971年到1980年之间，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，黄金的价格迅速上涨，从每盎司$35飙升至1980年的每盎司$850。与之关联的事件是在70年代，美元发生了贬值，1973年开始的石油危机，以及70年代末的伊朗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的地缘政治紧张。以上所有事件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投资者转向黄金避险。那黄金价格的第二次暴涨发生在2000年到2011年之间，价格从2000年的每盎司$300升至2011年的每盎司$1900。那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可能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2007年到2008年之间的全球金融危机。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需求大增，各国央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，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供应，进一步推高了黄金的价格。金价的第三次暴涨就发生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，疫情引发全球对经济的不确定和对市场的恐慌，推动黄金价格在2020年8月达到历史新高，每盎司超过$2000。各国央行为了应对经济冲击，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，增加了通胀预期，进一步推高了黄金的需求。这轮金价暴涨和第二次非常的类似，只不过这次是由疫情引发，而上一次是由金融危机导致。两次危机都造成了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和对市场的恐慌，而各国采取的也是以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为主。也许有些观众会说，2022年之后的走势似乎不符合这样的规律。那这个问题我一会儿也会讲到。黄金价格的回调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第一次回调发生在1980年到1982年之间，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，导致美元走强，黄金的价格也回落至每盎司$300左右。显然，高利率降低了持有黄金的吸引力。在这之后一直持续到2000年前，全球经济发展相对稳定，股票市场强劲表现，以及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偏好，导致黄金的需求减弱，价格也相对平稳，一直在每盎司$300到$400之间徘徊。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黄金价格的低迷期。而金价第二次回调则发生在2011年到2015年之间，当时全球经济逐渐从金融危机中复苏，风险偏好回升，投资者从黄金转向股票和其他的高收益资产。在这一时期，美联储开始暗示将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加息，推动美元走强，黄金价格才一度回落到每盎司$1000以下。那我们总结一下，黄金价格的暴涨和暴跌发生在金本位制崩溃之后，此时黄金作为货币流通的功能已经被纸币取代，那么黄金主要是作为储备和避险工具存在。导致黄金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增加，例如经济危机、地缘政治风险或者是灾情疫情的发生。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下，人们倾向于把资金从风险资产中转移到避险资产，而黄金就是这样一类避险资产。而与此同时，各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，会采取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，导致流通的货币数量增加，进一步推高黄金的价格。而与上述情形相反的是，当危机解除，经济恢复增长，为了避免通胀带来的风险，各国又会转向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，导致货币的供应量减少。同时，投资者又会重新青睐风险资产，资金从避险资产中退出，导致黄金价格下跌。不过我在刚才提到2022年之后，黄金的价格走势似乎不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律。那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，黄金的价格和风险资产的价格基本上都是负相关的，但是到了2022年10月之后，两者的价格都在上涨。那是不是刚才的结论失效了呢？以下就是我仔细研究了2022年之后金价上涨的趋势，总结出的几个原因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总结，仅供参考。首先，与其说是全球的风险资产的价格飙升，比如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火爆，不如说仅是美国的一枝独秀。实际上，除美国以外的大部分的欧洲和亚洲国家的风险资产都增长乏力，这也体现了大部分国家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。其次，2022年以来，俄乌战争、巴以冲突等地缘风波不断，已经发生的，再加上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地缘政治风险，增加了各国对未来的不确定性。这种不确定性让各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储备黄金这种避险资产。第三，不能忽视中国在这次金价暴涨中发挥的作用。根据世界黄金协会
发布的2024年一季度的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，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持黄金储备290吨，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是最大的买家，一季度购入了27吨，约占全球黄金储备增量的10%，而且这已经是中国央行连续第17个月增持黄金了。同时，中国投资者也在不断的加仓黄金 ETF， 这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衰退也存在着较大的关联。曾经，中国的房地产是中国投资者最喜欢的投资品，截至2021年末，中国房地产投资占 GDP 比重为13%，而经合组织国家为5%。如果考虑到上下游供应链的投入，那么房地产行业约占中国 GDP 的30%。但是从2022年开始，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发生了严重的下跌，中国的投资者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选择，那资金流入到黄金也就成了必然。黄金成为替代体量巨大的房地产市场，成为中国投资者的心头好。中国的黄金买家确确实实推动了金价的上升。是否应该投资黄金？首先我想说的是，和风险资产不同，黄金在投资组合中一般是被当作平衡风险的避险工具，它不属于高收益类的资产。其次，投资黄金本身也是存在风险的，你需要去承担价格波动风险。当然，任何投资都有风险。因为我的节目只是作为资讯和知识的分享，不会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，所以还是要请各位观众自行斟酌。不过，我会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聊一聊投资黄金的几种常见的方式，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劣势，所以还是不要走开哦。投资黄金的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投资实物黄金，包括金条、金币和黄金首饰。这种投资方式最实际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直接持有黄金，而且你持有的黄金看得见摸得着，就会感到非常的安心，而且你也不必顾虑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。不过，当你直接持有实物黄金时，就需要一个安全的存储环境，这就会增加额外的存储和运输的成本。卖出实物黄金可能也需要花费一段的时间。实物黄金的流动性往往比较的差，如果你持有的是黄金的饰品，就还需要考虑加工过程中的磨损和品牌溢价等因素。那投资黄金的第二种方式就是投资黄金 ETF。黄金 ETF 是跟踪黄金价格的基金，投资者通过购买 ETF 份额间接的持有黄金。投资 ETF 最大的优点就是非常便利，而且流通性强。你只需要有一个股票账户，通过股票账户即可买入和卖出，就像购买股票和其他的 ETF 一样的方便。这种方式拥有投资实物黄金所不具备的便利性和流通性，但是投资者无法实际持有黄金，不像投资实物黄金那般看得见摸得着。投资黄金的第三种方式就是投资黄金期货。黄金期货是一种合约，投资者通过期货市场买卖未来某一时间交割的黄金。它的优点和其他期货类产品类似，都具有杠杆效应和双向交易的灵活性。投资者只需支付部分的保证金即可拥有大量的黄金合约，资金利用率极高，可以通过做多或者是做空，在市场上升或者是下跌时获利。不过，这种投资方式的风险必然也很高，因为期货市场的波动大，杠杆效应既能带来高收益，也伴随着高风险。而且期货交易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和较多的经验，对投资新手并不友好。那么，投资黄金的最后一种方式就是投资黄金矿业公司的股票，通过这些公司开采和销售黄金获取利润。这种投资方式能带给投资者潜在的高回报，因为当矿业公司的盈利能力高于黄金价格的增长率时，就有可能获得很高的回报率。而且矿业公司通常会开采多种矿产，也能分散黄金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。但是这种投资方式的缺点也很明显，矿业公司的经营风险、管理风险等都会影响你的投资回报率。好，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介绍了金本位之下，黄金作为一种直接的流通货币是如何走入和退出历史舞台的。当黄金不再作为直接的流通媒介，而是一种储存和避险工具时，它的价格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？至于黄金是不是一类好的投资工具，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或者是投资机构来说，一定会有不同的判断。不过，投资黄金的方式还是非常多样化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